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之前，男友一家对我做了一场服从性测试。他妈趁着我出差，偷偷把我养的狗给卖掉了。我闹着要报警，男友炸了，一条畜生而已，有必要闹得这么大吗？再说，我妈是为我们好，我们之后结婚生孩子，狗身上都是细菌。他妈破口大骂，我儿子女朋友的狗，我想卖就卖。我冷笑，谁要给你儿子生孩子？交往的时候就告诉过你。我丁克，你喜欢你妈那样的你，娶你妈好了，找女朋友干什么？找不回狗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他们家用分手威胁我，我直接给警察带路。当得知卖掉的那只狗价值100万，他们全家都疯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出差回家时，狗狗50万并未像往常一样听到我的脚步声从屋内冲出来，我喊了几声它的名字，也无人回应。我皱着眉给男友秦阳打电话。出差这几天，狗一直都是他来照顾的。电话铃响了许久，也没人接听。就在我急到快要报警时，秦阳的电话打了回来。我这几天加班，你那条狗我放我妈那儿了。听到秦阳的话，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半开玩笑的回复：50万可是我的命根子。刚刚我以为丢了想杀你的心都有了。那头的秦阳嗓子有些紧，你真就这么紧张那条狗啊？比你老公我都重要。秦阳年龄也不算小了，在外边是杀伐果决的秦经理，对内还跟条狗吃醋，我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，随口安慰：好啦，你最重要了。秦阳被我哄得心满意足。挂断电话，我稍微洗漱一下就直奔秦阳父母家。我跟秦阳是大学恋爱，毕业后就一起进入了同一家大公司。我做技术研发，他做市场营销。现如今我们两个感情稳定，已经进入到谈婚论嫁的阶段。我对他父母也算熟悉。到秦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，我没多做，寒暄了几句就想带50万回家。秦母正挑剔地看着我送给他的礼物，这就要走啊？那我就不多留你了。对了，这几天杨洋工作辛苦，有点感冒，你回去之后记得给他熬碗姜茶。丝毫没提狗的事。我愣了愣，只好再次开口：阿姨，听秦阳说他把50万放您这儿了，这些日子麻烦您照顾他了，我想这就把他带走了。秦母的眼里闪过一丝不耐，你那条狗让我今天不小心给丢了。我脑子都炸了，在哪儿丢的？什么时候？有监控吗？报警了吗？我疾言厉色的模样吓了秦母一跳，她抚着胸口：你喊什么？不就一条狗吗？要我说，你一个孕妇养什么狗？又臭又爱撒尿，浑身都是细菌。我他妈问你在哪儿丢的？我怒吼一声，下一秒秦父甩了我一个重重的巴掌：不就丢了条畜生？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秦阳赶到警察局的时候，我正在给助理打电话。对，白色的，悬赏10万，照片我等会发你。话音未落，一旁偷听的秦母已经尖叫起来：10万？你竟然为了只畜生要花10万？我冷冷地看着发疯的秦母：我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还有，别一口一个畜生，有些人说不定连畜生都不如。秦母刚要发疯，余光就瞥见了刚走进警局的秦阳，他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委屈地扑进秦阳的怀里：儿子，你再不来，爸妈就让你老婆欺负死了。秦阳脸色黑沉，轻声安慰了秦母几句，才绷着脸看向我：贺知州，为了一条狗，你至于闹到警察局里让外人看笑话吗？不过是一条畜生，
丢了就丢了，我妈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妈不扔，早晚我也给你扔了。浑身上下全是病毒，你每个月光花在她身上就要上千。她越说越来劲，丝毫没注意到我的脸色越来越黑。你早就知道你妈把50万给弄丢了。我咬牙切齿地开口。秦阳愣了愣，下意识地回道：你们不是因为这事儿闹到警局的？一旁的警察走上前：秦先生对吧？贺小姐之所以报警，是因为您的父亲秦风打了她一巴掌。我劝你们最好还是能私下达成和解，不然您父亲可能要被拘留了。秦阳急了，忙喊道：不就打了他一巴掌吗？怎么说拘留就拘留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他把我扯到一旁，目光阴郁。贺知州，那是我爸，你非要做这么绝？感受到秦阳话里的威胁，我的心一点点地冷了下去。从进门到现在，秦阳话里没有一句对我的关心，话里话外全是挑刺跟不满。我跟秦阳在一起将近5年，这5年他对我无微不至。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在一夕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加之50万的走丢跟秦家的态度，让我心头憋了一口气。我直接开口：对，不和解。秦阳看着我，突然笑了：贺知州，你别后悔，别忘了你可怀着孕，除了我谁还会要你这个带着拖油瓶的二手货？还有，如果我爸真被拘留了，你一辈子都别想再找到你那条畜生。秦阳的话让我又惊又怒，原来50万的走丢，秦阳是真的知情的。看着秦阳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我意识到秦阳大概把前几天我胃部不是干呕的反应误认成了孕反。一家子都以为我肚子里有了秦家的种，只能任他家拿捏，所以他们才敢胆大包天的丢掉50万。我真是开了眼了，都21世纪了，怎么还会有人觉得一个未成型的胚胎可以拴住一个女人？秦阳把我的沉默当成了妥协，他亲密地揽住我的肩膀：宝贝，这次我就原谅你了，你赶紧让警察把我爸放了，再订桌好菜，跟我爸妈赔个罪。他们年纪都大了，为了条畜生大半夜闹到警局来，是你不对。还有，你这次出差也累了，我已经帮你跟公司请了长假，你好好休养，等你生完孩子回去就调换个工作，干个文职之类的，既能带孩子又能挣钱。他满是算计的丑恶嘴脸也彻底让我寒了心，我内心怒火翻涌，却硬生生地把脱口而出的脏话压了下去。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50万，而证据只能从秦家身上找。我撤销了对秦父的诉讼，选择私下和解。秦阳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，默认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退让了。秦父秦母反而蹬鼻子上脸，签字时秦父趾高气昂，跟秦阳炫耀：看到了没有，女人就该打，我要是不打你对象那一巴掌，他能这么听话吗？秦母满脸赞同，我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签了字就匆匆离开。路上秦阳不停给我发消息，我连听都没听，回了一句：明天我请叔叔阿姨吃大餐赔罪。消息瞬间没了。秦阳给我发来了一个真懂事的表情包。第2天，我给秦阳发了餐厅位置，连公司都没去，直接联系小区的物业开始查监控。监控里，秦母带着50万出了小区，不清晰的画质里也能看出50万整条狗几乎是被他拎着脖子在走。我的心都被揪起来了，但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。打开手机，看着摄像头传来的画面，秦阳一家已经进包厢了。包厢里，秦阳开始点餐，各种龙虾、鲍鱼、帝王蟹之类的名字不要钱的从他嘴里说出来。点完单，
一旁喝茶的秦妇突然开口问服务员：“听说你们老板姓周？”服务员愣了愣，才笑着回复：“对，我们老板姓周。”等服务员走后，秦妇看着高级的装修，兴奋的脸都红了。儿子，听到了吗？这是周家的产业，周家得多有钱啊！要是你真能跟周家的千金在一起了，你就发达了，儿子。我听得心里一惊。秦阳露出有容与焉的表情：“爸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微微刚进公司，我不过是顺手帮了他几次，他送我礼物，也就是感谢而已。周微微，我们部门新进的实习生，工作上错误百出，我没少跟在他后头擦屁股。可即使这样，他也没被辞退。秦阳跟我八卦过，周微微的人事档案里，亲属那一栏是公司大老板周雄的名字。接下来包厢里围绕如何把周微微拿下说了半天，我等得不耐烦，直接给秦阳发了条消息：有50万的线索了，你跟叔叔阿姨先吃，我想去看看。发完消息，我满意的看着秦阳的眉头皱起：妈，你确定你把贺知州的那条狗处理干净了？秦母听到秦阳的话，连忙说道：妈找的是专门卖狗肉的熟人，肯定当天就进锅了，他连毛都找不到。听到秦母的话，我的心里一紧，眼泪唰地流了下来。50万是我的狗，更是我的家人，他们怎么敢私自把它卖掉？秦阳冷冷一笑：死得好，每次我跟贺知州吵架，那畜生就冲着我龇牙咧嘴，而且那狗生一次病居然要5000，比人都金贵。一个没爸没妈的孤儿，为了条狗整天跟老子甩脸子，就该让他知道厉害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我大小声。巨大的愤怒像海啸一样没过头顶，我再也听不下去，关掉手机上的监控，直奔警察局。你好，我要报案，有人偷了我的狗。秦阳一家人在餐厅里等得望眼欲穿，却只等到了一脸正气的警察。手腕上冰冷的触感把秦母吓傻了，瘫在地上疯狂求饶。秦父想上前说几句，却笨嘴拙舌的说不清楚。只有秦阳还算给力，上前几步拦在当前：我妈犯了什么事？你们凭什么带我妈走？可看到警察身后的我，秦阳才不可置信地开口：贺知州，是你报的警，至于吗？为了一条畜生你就报警抓我妈，那是你未来的婆婆，你儿子的奶奶。我冷笑2声：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，谁他妈要嫁给你，给你生儿子？秦父冲过来还想打我，下一秒就被嗷嗷叫着拧在地上。秦阳着急的想跟上来，却被服务员拦住了去路。这位先生，您还没买单呢，您这一桌菜价值19932，加上您父亲砸碎的装饰，总共是40023。秦阳脸红成了猪肝色，急匆匆地拉住我：贺知州，把钱付了再走。我面无表情地甩开：你有病吧？菜又不是我点的。秦阳后槽牙都咬紧了：你他妈耍我！我哼笑一声，转身上了车，只留秦阳一个人在身后无能咆哮。警局里，知道是因把狗卖了而被抓的秦母反而不觉得自己有错。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，她的东西就是我们秦家的东西。再说了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偷了她的狗卖了？我冷笑着把那2段监控放了出来。被揭穿了的秦母老脸一红，却仍然嘴硬狡辩：这是我儿子女朋友的狗，我想卖就卖。警察难道还能管得了别人家的家事？警察忍不住提高声音：你是他亲妈也不行，你涉案金额巨大，可以直接让你坐牢的，不就是一条狗吗？多少钱？我来赔。一道娇俏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我扭头，秦阳黑沉着脸大步走过来，
他身边跟着的是我们部门的实习生周薇薇。贺知州，你够狠！秦阳阴郁地盯着我。为了条狗闹到这个地步，咱俩算是彻底完了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我谢谢你放过我。秦阳冷哼一声，转头面向警察：警官同志，您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爸妈年纪大了。一旁的周薇薇眼角带着不屑：秦哥，不过是一条杂种比熊，也就几百块钱的东西。网上说这种狗毒死都不算立案标准，这笔钱我帮你赔了。我翻着白眼，打断了两人之间的浓情蜜意。周小姐，这笔账你确定要帮忙？周薇薇娇笑一声：知周姐，你也别逞强，为了一条狗，放弃秦哥这么个潜力股。见周薇薇打定主意要插手，我也不再客气，掏出各种证件。我家50万学名图莱亚尔棉毛犬，也叫棉花面纱犬，价格在20万到上百万不等。50万之所以叫50万，是因为我买它的时候花了50万。看着周薇薇僵硬下来的脸色，我冷冷开口：周小姐，这笔钱你确定要出，或者你确定能出得起？秦阳一家连带着周薇薇都傻眼了。一条狗而已，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？警察同志，我举报他这是讹诈！秦母最先尖叫起来。虽然他们抵死不承认50万的价值，可我证据齐全，各种鉴定证书都有。警察被他们说得烦不胜烦。我还是劝你们最好还是说出狗到底去哪儿了。人家证据手续齐全，真要打官司，你妈可能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甚至是无期。说出来，说不定还能取得被害者谅解。在警察不屑的追问下，秦母终于吐了口：那狗被我卖给我们村的屠户了。知州阿姨真的不知道那条狗那么值钱呢，我就卖了200块钱给你。阿姨把钱全给你，你就放过阿姨这一次吧。秦母哭得瘫在地上，毫无形象。听着秦母的话，我如坠冰窟。一直以来，我的心里还残存着一点侥幸的希望。万一呢？万一秦母心存了一点点的善良，没有把50万送去狗肉馆，只是把它随手扔了。可即使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还是没有放弃。活要见狗，死要见尸。在警察的协助下，秦母很快就说出了屠户的地址。一路上，秦母还在抽抽搭搭，哭个不停。秦阳忙着安慰，周薇薇也在一旁，话里话外都是怪我小题大做。我忍住在警察面前抽他们一家子的冲动，直奔狗肉馆。狗肉馆里臭气熏天，各种铁笼子堆积在一起。炎炎夏日里，各种大大小小的狗都被晒得蔫头耷脑，伸长了舌头喘气。看着面前糟糕的环境，我不敢去想50万的境况。见到秦母，屠户十分热情地打招呼：嫂子，又有货了。要是再像上次那么小，我可给不了高价。难做不说，不够费那功夫的。听到屠户的话，秦母面如死灰。秦阳不去学变脸，真是可惜了。他觑着我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上前：知州，你看我妈都哭成那样了，也知道错了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就别怪她了。虽然贵，但死都死了。再说，一家人何必为了条畜生闹成这样？我再也忍不住，狠狠地扇了秦阳一巴掌。秦阳想发火，却硬生生地忍住了。就连一旁的警察都被秦阳拦住，不碍事。他甚至还咬着牙把另一边脸伸过来：知州，气出完了，可就不能再追究我妈了。我花大价钱请了最好的律师，虽然证据齐全，但鉴于认罪态度良好，秦母只被判了10年。法庭上，秦母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出了法院，
秦阳眼神怨毒地盯着我，贱人，你非要做这么绝事吧？既然你让我家破人亡，那你也别想好过，等着吧。说完，他带着看起来苍老了10多岁的秦妇，气势汹汹地转身离开。我轻嗤一声，站在原地等着看好戏。秦阳走出去没多久，就被几个泼辣的妇女拦住。秦阳一开始还好声好气地跟那群人说话，可慢慢的，他的火气也上来了，挤开人群就要往外走。可2个人怎么会是一群人的对手？很快那头就传来秦阳跟秦妇求爷爷告奶奶的讨饶声。等他们好不容易从包围圈里挤出来的时候，秦阳的衣服都被撕得破破烂烂，眼镜腿也掉了一只。秦妇更是脸上多了好几道显眼的红色伤痕，如果不是法警赶过来，秦阳跟秦妇估计会被打得更惨。秦阳脸色铁青，指着打人者破口大骂：“我要让你们统统进去吃牢饭！”律师跟我八卦，打人的似乎是那个屠户的家人。屠户因为非法无照经营，直接被一锅端了，不仅没收非法所得，还要交罚款。更倒霉的是，秦母在法庭上为了脱罪，口不择言，把屠户从前偷狗的事情也全都抖露了出来。现如今，屠户不仅店面没了，还可能要面临拘留。屠户一家人原本就心存怨气，被有心人旁敲侧击了几句，把屠户被抓的原因全都归结到了秦家人身上。秦阳跟秦妇这顿打挨得不算冤，律师站在一旁啧啧感叹：“哎呦，这女的劲儿真不小！这一巴掌我没答话，只是再次委托了律师一个案子，替屠户的家人做辩护，花多少钱都无所谓。更重要的是，一定要让他们记得，是秦家把他们家的男人送进大牢还不够，还想着把他们一家全都拖下水，狗咬狗才是最精彩的。”后来我听说秦家跟屠户一家算是彻底闹掰了，秦家在村里的名声算是被屠户的家人搞臭了。秦家的大门口还3、5不时的会有人坐着骂街，还有人往他们大门上泼粪。秦阳每天上班都要瞅着那群泼妇不在的时间。秦妇一开始梗着脖子要打人，可那些人不是秦母，怎么可能会乖乖挨打？秦妇被教训了几次后，偃旗息鼓，更是被骂得连门都不敢出。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们，反正恶人自有恶人磨，秦家坏事做尽，必遭天谴。可偏偏有瞎了眼的飞蛾扑火，上赶着被雷劈。比如周薇薇，我把狗肉馆里的狗狗跟动物援助中心做好交接后，就销假回去上班。刚到公司，就发现秦阳在朋友圈里发了篇小作文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我，劝大家不要跟物质又自私的女孩谈恋爱。交往5年，我把他当成了祖宗，连他的狗都能踩到我头上来。我受的委屈我都忍了，因为我爱他。可我不能容忍他拿我爸妈不当人，就因为给不起钱，他闹到了警局。这样贪财的女孩，我秦家要不起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有些人人面兽心，表面上爱狗爱猫，实际上背地里不知道怎么虐待动物呢。这样的人自有天收。配图是警局里秦母下跪求饶，而我面目狰狞地看着他，还有几张模棱两可的打狗照片。50万有咬拖鞋的毛病。为了这件事，我没少吓唬他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秦阳偷偷拍了下来。同一个公司，交际圈大部分重合，很快就有人在底下点赞支持秦阳。还有好事的人将秦阳的朋友圈截图转发到了公司内网，还有人发到了网上。由于涉及到虐待动物，转发量很快就达到了500次以上。一时之间，
我的手机信息震个不停，我没理，只是将秦阳的朋友圈还有各种转发都录屏保存发给律师。还没等我给秦阳发消息告知他很快就可以进去陪秦母后，我收到了调岗信息，从科研部的核心人员变成了营销部里一个普通的文员。我闯进领导办公室的时候，正巧碰到周薇薇，她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资料，只一眼我就认出那是我手头的项目资料。见到我进来，周薇薇眼角眉梢都带着笑。哎呀，这不是营销部的知周姐吗？到我们科研部有何贵干呢？一旁的领导狗腿的附和：对，贺知周，你已经不是科研部的人了，这里全是商业机密。你闯进来想干什么？我打开手机录音，直接扔到桌上。我拒绝调岗，书面的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。所有证据我都保存下来了。我的劳动合同是专岗，同时我的业务水平一直都是部门骨干，工作上出错极少。突然降薪调岗，我要一个合理的理由或者赔偿，否则我会申请劳动仲裁。领导脸色一变，显然没想到我敢这么刚。你们这些小年轻，动不动就要仲裁。你把录音关掉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周薇薇轻笑一声，打断了他的话。哎呦，知周姐，你这是吓唬谁呢？我们公司可不需要道德品质败坏的员工，而且你交上来的资料数据有大错误，要不是我检查了一遍，会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，你知道吗？你的项目现在由我接手了，你还是乖乖调岗，不然你就辞职喽。他压低嗓音。对了，别忘了，还有竞业协议，辞职后3年内不得从事本行业的有关工作。话音未落，周薇薇的手机响了一声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周薇薇的嗓音立刻变了，柔中带娇。爹地，你要来公司啊？好啊，我等着你。挂断电话，他立刻又变了一副脸色，不耐地吩咐领导：贺知周不服从公司调动安排，赶快把他辞退。周总要来公司，我不希望他来的时候，贺知周还待在公司碍眼。领导低头哈腰地把周薇薇送出了办公室，转头又给我下了最后通牒。门外，秦阳正拎着奶茶等着周薇薇，见他出来，眉开眼笑地迎了上去。他们的交谈声顺着门缝隐隐地传了过来。秦哥，你放心，你这次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一定会在爸爸面前帮你说好话的。周雄跟着周薇薇走进来的时候，我还没走，领导脸色不愉，好赖话都说尽了，就差没叫保安来拖我了。贺知周，你也别怪我心狠，周薇薇那可是大老板的女儿，人家都放话了，要你手头的项目，你还拖着不走，有什么用呢？我没答话，手指翻飞，忙着查东西。眼见周雄一行人越来越近，领导脸色沉了下来。贺知周，我知道你是技术骨干，你现在走，咱们说不定好聚好散。竞业协议一过，凭你的技术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好工作。你如果非给脸不要脸，那你别怪我让你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。我冲他翻了个白眼，继续在工位上忙自己的事情。领导气急，周雄注意到我们这边的动静，抬步向这边走来。他语调温和，丝毫没有大老板的架子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领导擦了把汗，小跑上前回话：周总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这个员工工作上出了错，差点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，您不用费心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把刚刚找出来的截图跟录像甩到了桌面上。我怀疑有人故意栽赃陷害，意图对公司不利。我要求公司还我清白，同时严惩凶手，
作为技术人员，我对自己的资料一向十分重视。电脑我下了个自动监控的软件，上面清晰地记录了我不在公司的时间里，有人动过我的电脑改了数据。至于人选，只能是秦阳。交往5年，他几乎知道我所有的密码。拿走我的数据，估计也是为了用来讨好周薇薇。我看向一旁脸色大变的秦阳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我想查看这段时间我工位上的监控。”一旁的秦阳已经冷汗涔涔，反倒是周薇薇脸色不变，笑着开口：“知周姐，你就别拖延时间了。”他整个人几乎要靠到周雄身上去了。爹地，你不知道这个女的不仅工作上总出错，人品也不好，还虐待小动物呢。不久前，秦阳刚跟他分手，就是因为他自私贪财，道德品质低下，满嘴谎言。一个精神病的话不用在意。秦阳擦了把额头上的汗，也连忙附和。只不过由于紧张，他一时说错了话，对着周雄就喊岳父。被周薇薇一个眼刀扫过去后，他连忙改口：“是啊，周总，他最近精神不太正常，我这就把他带走。”秦阳说着就要上来拉我，却被周雄拦住。周雄皱着眉看向我，语气里是隐约的担忧：“知周，到爸爸这来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最近是不是心理压力太大？有看医生吗？50万呢？他不是你的抚慰犬吗？”周边3个人的脸色骤然变得惨白，尤其是秦阳，他半张着嘴，像是要晕过去一样。我在众人的震惊中缓步走到周雄面前，周雄像是想要拍拍我的肩，却被我不着痕迹地避开。我双手环胸，看着摇摇欲坠的周薇薇，语带讥讽：“我倒是不知道，你什么时候竟然又多了一个女儿呢？”周雄看着我，语带不快：“别瞎说，爸爸只有你一个玩物而已，怎么会是我的女儿？”听到“玩物”2个字，周薇薇再也绷不住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一旁的秦阳失魂落魄地开口：“知周，你是？”他顿了顿，才不可置信地问道：“你是老板的女儿？”我点点头。秦阳却突然发了疯：“怎么可能？你说过自己是个孤儿的。”看着脸上青筋乍起的秦阳，我叹了口气。我的确跟秦阳说过自己是个孤儿。事实上，周雄这个爸爸对我来说可有可无。周雄是个花心的人，我妈怀我的时候撞见他出轨，气急攻心之下，我妈难产，最后拼着一条命生下了我。我妈死之前，逼着周雄承诺我会是他唯一的孩子，绝不会把他俩白手起家创下的家业拱手送给其他狐狸精生下的孩子。后来我就被接到姥姥家抚养，就连名字也随母姓。50万也是姥姥送我的礼物，她陪伴我度过了很长一段艰难的时光。我妈死后，周雄反倒幡然悔悟，或许是因为愧疚，他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。这些年，他身边女人不断，却再也没人怀上孩子。不久前，我就听说周雄身边养了一只金丝雀，周雄宠爱非常，甚至把他安排进了自己的公司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个人会是周薇薇。一旁的秦阳已经听傻了，他喃喃道：“所以你才能买得起价值50万的狗，所以你才能拿到周氏餐厅的监控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是周氏千金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”耳边是秦阳又哭又笑的声音，我却连个眼神都欠奉。人往高处走，我能理解秦阳想要攀龙附凤的心，可他把狸猫当成太子，那就不能怪自己摔得太狠。更何况他还害死了50万。再说一个注定要坐牢的人，我实在是懒得再跟他有任何交集。法庭上，周薇薇交代了全部。他之所以接近秦阳，
就是为了我手头的项目数据。周薇薇跟周雄其他的金丝雀不同，她是有抱负的。周雄床上一句你要真能干出点事来，我就给你开个公司玩玩，让他当了真。只是周薇薇能力有限，不得已她盯上了我，可我实在谨慎，她只能从秦阳身上寻找突破口。只是没想到捞男碰上捞女，她更没想到周氏千金不姓周，还甘愿只做一个小小的技术骨干。至于他叫周雄爹地，纯粹是两个人之间的情趣。毕竟他跟周雄之间的年龄差，的确也可以当父女了。周雄也乐意宠着他，没有揭穿。只有秦阳没有料到，自己只是别人 play 的一环。我搜罗好了全部证据，造谣加盗取商业机密，足够秦阳进去陪秦母了。开庭之前，秦阳来找过我，他是来求和的。知州，我们5年的感情啊！我看着一贯高高在上的秦阳，胡子拉碴，眼眶通红，只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50万跟你也认识5年了。”秦阳茫然的抬头，我看着他失神的眼睛，淡淡开口：“当初你们没放过50万，又怎么敢奢求我放过你们呢？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在听到秦阳的消息是在3年后，彼时我已经开始逐步接手周雄的产业。我是在酒桌上碰到周薇薇的。离开周雄后，他还想着故技重施，找了个肥仔当小三。只是那家的正房不是吃素的，直接把他挂到了网上。那之后他的名声就臭了，最后只能沦落风尘，在酒吧陪酒。秦阳的近况也是他告诉我的，以此想让我开瓶酒。他说秦阳出狱后带着秦父回了老家，可他们在老家的名声也早就被屠户一家搞臭了。那之后秦阳就一蹶不振，整日喝酒，有天喝大了，一时醉倒路边，被村里一条野狗硬生生地啃去了2根指头才痛醒。那之后就连他也不知道秦阳的消息了。我没说话，点了瓶酒记在周薇薇的头上。周薇薇喜笑颜开，一再道谢，再也看不到当初的交金之色。我看着他，人终将为自己所做之事付出代价。周薇薇是，秦阳亦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